殿堂级的对澳洲国宝。澳洲国宝。你知道他们以前住哪吗？就是这个乐队的创始人 Angus Young，他们一家，你家隔壁，离你很近啊，是吗？住在 Burwood。他们家是从苏格兰然后移民到澳洲的，他高中是在 Ashfield High， 而且这个 Angus Young 就是对他这个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是可能是有一些情节的，所以他很多演出的时候会看到他穿一身校服。那身校服就是 Ashfield Boy High 的校服，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叫这个乐队叫 AC/DC，实际上澳洲本地人叫它 Akdaka。我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是什么一家3代人，这就是你可以称这个乐队是传奇乐队，是，这也影响了3代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是讲 AC/DC， 受这个音箱呢，就是说是一个英国的音箱品牌嘛，他以前是做的特别专业的，就是只是给舞台上用的东西。那现在呢，就是也是开始市场化，然后就是做一些比较亲民的产品啊，像我们这种乐迷什么的也会喜欢的。我近2年听的比较多的，可能更柔和一点。比方说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像小野丽莎啊。小野丽莎大概3年还是4年前来悉尼做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也去了。开完演唱会之后呢，小野丽莎当时就是需要一些在就是悉尼这边演唱会的一些肖像作品，就是一些 portrait。然后呢，当时就是另外一个主办方，然后找到了我，然后让我去帮他做了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当时是跟小野丽莎有一些近距离的接触，有那么一小会儿，就是可能就是只有我和小野丽莎在那个他的休息间里面，然后那我肯定也要跟人聊聊天嘛，就跟他讲了，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同学什么也都很喜欢听你的歌曲。有日文？没有，英文。小野丽莎是巴西裔的人，对呀，就是她的那个声音哦，还是很温暖，我也能带入。你说从最早是用什么样的收听设备啊？最早像我们有印象的就是 Walkman， 对吧 ？Walkman 那是听磁带。对。其实还要再往前倒的话，烟雾。对，就是那种汉奸嘛，70、80年代那种。现在好像还返回来这个复古的这个。对，你看现在唱 hip hop，很多人就拿这个。是的，是的。再往后发展到用 CD 机，对吧？那时候就可能听更多的周杰伦了，这些什么国内的这些流行音乐文化起来了。对，我第一次听那个 CD 的那个 Walkman， 我当时听了以后，真的就是余音绕梁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放着听，音效怎么可以这么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后来 CD 完了之后，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MD， 你见过吗？这我都没什么印象了，我感觉。那个 MD 是跟 MP3不是一回事。不 MD 是有一个小的光碟一样的，是个方的，只有这么大。我想起来了，对，有一段时间。对，但那个技术很快就对没有推起来，然后 MP3横出世，然后就全部给变都数字化了，对，整个音乐数字化，整个的那个音乐市场全都颠覆了。我其实还想到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，左小诅咒。我看过左小诅咒的一些采访，是的，我也看过。就别人问他说你这个音就唱都不准，他说唱不准，说太容易了。他说我唱不准，容易唱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专门讲一期讲，对，因为他其实他不只是说他是音乐人，他是个当代艺术家。我觉得他里边充满了很多思考。对，其实他那个东西当时很启发我，有一点在哪，其实就是我们要接受这种 imperfection。是的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老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谢谢 ，Thank you。